我发现了一种非常吊诡的现象，一种违背了常理甚至违背了生物学直觉的现象。为什么往往是那些已经拥有了巨额财富，本该安享晚年的富裕阶层，反而怀抱着比穷人更深更刺骨的忧虑？我已经快100岁了，在这漫长的1个世纪里，我见过的退休人士多如过江之鲫。其中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银行账户里趴着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现金，名下有着房产和股票。按理说，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幸运的1%。然而，现实是他们夜夜难眠。他们像惊弓之鸟一样紧盯着市场的每一次起伏，他们忧心物价飞涨会吞噬他们的购买力，他们恐惧金融风暴会像海啸一样冲垮他们搭建的积木城堡。他们原以为只要积蓄充足，就能获得内心的安宁，最终却惊恐地意识到，金钱的需求竟然是一个无底洞，因为人的忧虑本身就没有天花板。我也见过另一群截然不同的人，他们退休时的储蓄平平，甚至在很多所谓的中产阶级看来有些寒酸，但他们却展现出了一种智者般的风范，沉静、淡定、不急不躁。他们并非因为贫穷而选择屈服，也并非因为无知而感到麻木，而是因为他们领悟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资产的真正价值绝非账面上的那个数字，而是它能为你带来的生活状态。这两类人的分野，关键不在于他们的银行结余有几个零，而在于他们的思维模式，在于他们的大脑是如何处理欲望与恐惧这两个古老的命题的。绝大多数人误以为退休就是人生的终点站，是可以从此放松、享乐甚至挥霍的时刻，是大把花钱周游世界，不再为生计发愁的乌托邦。他们大错特错，退休并非终结，它更像是一场终极的测验，一场残酷的心理博弈，考验你穷尽一生是否真正理解了充足的含义。我记得在70年代遇到过一位退休的教员，他一辈子的薪水都很微薄，每月的退休俸禄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值一提，但他却过得比许多家财万贯的人更加舒心。他不关注时事新闻里那些耸人听闻的标题，不参与股市里疯狂的投机，也不追逐那些被包装的花里胡哨的热门金融产品。他仅是将积蓄投入到少数几家他能完全理解的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企业，接着便去享受生活、散步、阅读、陪伴孙辈。曾有人质疑他：您不担心储蓄耗尽吗？您不担心通货膨胀吗？他笑着回应：我所畏惧的并非金钱的匮乏，而是生命活得不够透彻。只要我的欲望不高于我的收入，我就永远是富有的。这番话引发了我长久的思索，许久之后我才领悟，退休生活潜藏的最大危机，既非通货膨胀，亦非市场崩溃，而是你个人始终未能明确，究竟何种状态才算满足。只有傻瓜才会试图用有限的金钱去填补无限的欲望，这就像试图用一把勺子舀干大海，除了让你精疲力竭，没有任何意义。许多人退休之后，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忙碌与焦躁，因为他们猛然警觉，时间变得充裕，但人生的方向却极为稀缺。他们对未来感到茫然，于是将全部的精力都倾注于金钱之上，每日检视账户余额，并错误地将其视为人生的全部价值。这便是一种最可悲的匮乏，纵然拥有财富，却丧失了内心的宁静。我认识一位企业家，65岁时带着上亿身家退休，理论上他应是世上最无拘束的人，然而他每日清晨苏醒的第一要务，便是抓起手机
像个瘾君子一样检视股市、汇率及财经动态。如果当天的市场是红色的，他便眉头紧锁，在那栋巨大的豪宅里来回踱步，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如果市场是绿色的，他也只是短暂的松一口气，随即开始担心明天会不会跌回去。他称此举为关心资产，我却认为这叫被资产所奴役。他活脱脱像个奴仆，只是他的主人从昔日的老板变成了今日跳动的数字。退休生活的忧虑，其根源常在于一个谬误的认知：我必须确保金钱持续增值，否则我的人生便是在倒退。这种观念表面看似积极进取，实质上却是恐惧的变体。你恐惧失去，恐惧落后于人，恐惧被时代所遗弃，恐惧隔壁邻居换了新车而你没有，于是你盲目追逐每一个所谓的新机遇，轻信每一位专家的片面之词，其结果是你越是奋力，内心越是焦灼，越是焦灼，便越容易铸成大错。我目睹了太多退休人士，明明已拥有足够终身使用的财富，却仍旧沉迷于追求下一次资产翻倍的幻梦。他们涉足他们根本听不懂的加密数字货币，投机他们从未去过的房地产项目，甚至动用高额杠杆去博取微薄的收益，最终输到体无完肤。这不能称之为勇敢，这只是源于不甘心，而不甘心正是老年时期代价最为高昂的一种心魔。真正明智的退休者，他不会自问我还能再多赚几成，他会反思我究竟实际需要多少。这两个提问看似雷同，实际上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哲学。前者注定终身忧虑，因其欲望永无止境，就像是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永无休止；后者终将获得平静，因其深谙知足常乐，懂得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寻找确定性。我在年轻时同样不解此道。我曾误以为投资的核心在于捕捉时机，在于积极作为，在于证明我比市场更胜一筹，在于展示我的智商比其他人高。我耗费了数十载光阴，才领悟到一个最质朴的真理：什么都不做，远比不断行动更为艰难。我还记得在50年代，我投身投资领域的初期，那几年我日夜思索的都是下一个机会点在何处。我钻研财报，精算数据，四处打探内幕消息，忙碌的如同一个停不下来的陀螺。当时的我自诩为勤勉，许多年后我才幡然醒悟，那根本不是勤勉，那只是焦虑的表象。我真正开始积累财富，是在我学会了闭上嘴巴，安坐不动之后。有一回，沃伦·巴菲特对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查理，你可知道为何多数人的投资以失败告终？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静坐。”我起初对此不以为然，认为这道理太过浅显，但日后我逐渐体会到，越是浅显的道理，往往越是难以践行。人类的本性就是厌恶沉闷，尤其是那些已然富裕的人，他们总坚信金钱必须流动起来，必须有所作为，否则便等同于虚掷光阴。这正是最大的认知偏差。金钱并不需要每日流转，它真正需要的是时间，而时间则需要你的耐心作为回报。我见过太多才智超群之士，最终就毁灭在总想做点什么的冲动上。他们一见新闻便急于调整仓位，一见良机便渴望立即出手，一听到风吹草动就想把手中的牌全部换掉。结果是每一次的行动都让他们离真正的财富更远一步。总是反过来想，如果要让你的退休生活变得绝对悲惨，
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盯着价格波动，并试图对每一个波动都做出反应。我在早年也犯过同类的错误。我曾经出让过一家极为出色的公司股权，唯一的理由是我觉得它短期涨幅已高，我想落袋为安，想展现一下我的操作技巧。结果在10年之后，那家公司的价值翻了不止10倍，而我当初卖出的那个价格，如今看来简直荒唐可笑。那次的惨痛教训让我深刻理解，聪明人最强劲的对手并非市场，而是他们自己那双闲不住的手。你的手越是想动，你的钱包便会越空。自那以后，我恪守一个准则：倘若我不确信自己该做什么，那么我的选择就是什么都不做。这听来仿佛是句空话，但你大可尝试一番。能真正贯彻此道的人百中无一，退休之后更是如此。许多人退休后骤然获得了海量的时间，于是便投身于研究投资、浏览财经快讯、参加理财讲座。他们自认为是在学习，实际上只是在为内心的焦虑寻找合理化的出口。他们把这种无效的忙碌当成了某种成就感。我认识一位退休的医师，他在职期间医术高明，从未涉足股市，退休后却迷上了每日盯盘。他声称是为了让资产保值增值，结果短短3年，他的账户资产便折损过半。这并非因为他愚笨，他是医学博士，智商极高，但他输在过于忙碌。市场最擅长惩罚的就是那些动作过于频繁的人。我此生积累的最大智慧，并非在于我学会了哪些事，而是在于我学会了哪些事不去做。我不触碰我无法理解的领域，我不追逐我看不真切的机会，我不在自己心绪不宁时做出任何决策。这3不原则拯救了我无数次。已经退休的你，同样需要领会这3个字的真谛：不犯错。智慧不在于做对了多少事，而在于少做错了多少事。因为踏入这个人生阶段，你已经没有多余的时间去弥补重大的失误了。年轻时亏光了，可以从头再来，但你现在不行。你的本金是你安身立命的根本，不是你去赌桌上博弈的筹码。现在我将揭示我的答案。退休之后，最具智慧的理财之道仅有一种：简单。没错，就是如此单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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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纯到或许会令你感到些许失落。你或许期待我会传授某种高深的策略，某种神秘的配方，或是某种独门的心法，比如如何利用复杂的期权组合套利，或者如何通过宏观经济数据预测汇率。然而我给出的不过是简单2字，但我向你担保，这2个字远比任何繁复的理财技术更具价值。简单的含义究竟为何？它意味着那些你一眼就能看透的，能让你安然入睡的，并且在10年之后你仍能清晰记起当初为何买入它的事物。它绝非什么区块链技术，绝非什么人工智能主题基金，更非什么结构化金融票据，它反而是那些平淡到让人呵欠连天的资产。我此生财富的主要来源是什么？是卖糖水的可口可乐，是做保险的业务，是卖日用品的开市客，是做糖果的喜诗糖果。听起来是否非常老派？确实如此，但最老派的事物往往最经得起考验，因为他们已经穿越了漫长的时间周期，而时间是最公允的裁判。步入退休生活的你，不再需要寻求感官的刺激，你需要的是稳定。稳定并不等同于缓慢，稳定是一种可持续的确定性。我时常比喻，投资好比观赏油漆晾干，过程极其枯燥，但结果真实有效。
然而绝大多数人无法忍受这种枯燥，他们宁愿选择去赌场寻求一时的兴奋，也不愿静下心来持有一只能够稳定派发红利的股票。这也正是他们始终无法富足的根源。简单的理财模式具备几项鲜明特质。第一，你能用一句话向他人清晰阐述它是什么。倘若你需要依赖一本厚厚的商业说明书才能理解，那就请远离它。如果有人试图向你推销一个产品，却用了大量你听不懂的术语，比如量化对冲、阿尔法策略，请立刻转身离开，并捂紧你的钱包。第二，它不需要你每日紧迫盯防。倘若你必须时刻关注价格，调整应对策略，那么你所从事的并非投资，而是赌博，或者是给自己找了一份没有薪水的全职工作。第三，它必须能让你安枕无忧。倘若持有它使你辗转反侧、夜不能寐，无论其宣称的回报多么诱人，它都不属于你。因为在这个年纪，心脏的健康比钱包的厚度更重要。第四，它拥有清晰可辨的现金流。倘若它唯一的盈利模式是依赖价格上扬，依赖下一个傻瓜以更高的价格接盘，那么这便沦为了投机而非投资。你要找的是那种即使交易所关闭5年，你也依然能收到钱的资产。第五，你能在10年之后依然乐于持有它。倘若你无法想象10年后它依然存续，那么它便不值得你此刻投入分毫。仅凭这5项标准便足以筛除市场上90%的所谓机会，而那幸存的1成才是真正契合退休人士的优质资产。如果你能在别人惊慌失措时保持理智，在别人贪婪时保持谨慎，在别人追求复杂时坚守简单，那么你不仅会拥有财富，更会拥有掌控命运的从容。我深知许多人会反驳，认为这般做法过于守旧，错失了太多的机遇。没错，我必须承认，我确实错过了海量的机会。我错过了90年代末的互联网狂热，我错过了比特币的疯涨，我错过了无数次可能瞬间致富的时机。但与此同时，我也成功规避了无数次的灭顶之灾。而当我们行至这个年纪，规避灾难的价值远胜于捕捉机会。简单的理财模式或许无法让你实现一夜暴富，但它足以确保你的一生安稳无虞，这就够了。退休后的你已经不再需要向世界证明你能否取胜，你唯一需要确保的是自己不再出局，而简单是唯一能保障你不出局的途径。我明白，很多人听完我的话会点头称是，这道理我懂啊，可我就是无法付诸实践。确实如此，知道与做到之间隔着一道名为人性的鸿沟。人性中存在几项固有的特质，即所谓的心理误判效应，使得简单的执行变得异常困难。第一个，人类天生排斥枯燥。我们的大脑结构倾向于追求刺激、变化与新鲜事物，这是为了生存而进化出来的本能。持有一只股票长达10年纹丝不动，这听起来更像是一种折磨。然则事实却是，枯燥乏味恰恰是财富最忠实的朋友。沃伦与我数十年来所为之事，无非是购入优质的企业，然后便安坐不动。这听起来是否愚不可及？可正是这种愚蠢的方法，让我们跻身于全球最富裕人群的行列。第二个，人类天生崇尚复杂。复杂的事物让人感觉自己更聪慧，更有掌控感。倘若你告诉他人你仅持有3只股票，人们或许会觉得你思维过于简单，是个跟不上时代的老古董。但倘若你声称你运用了量化模型、对冲策略与动态再平衡技术，
人们便会立即对你肃然起敬。然而市场根本不关心你看起来有多专业，他只在乎你能在牌桌上存活多久。我见过太多才华横溢的人，最终因为采用了过于复杂的策略而自我毁灭。他们并非败给了市场，而是败给了自己对复杂的迷恋。第三个，人类深具错失恐惧症，这可谓是最致命的一点。当你目睹他人赚取快钱时，你的内心便开始焦灼；当新闻大肆报道某个新兴机会时，你的心便随之异动；当朋友向你夸耀其惊人收益时，你便开始自我怀疑。这种对错过的极度恐惧将驱使你做出最缺乏理性的决策。我此生最大的优势之一就在于我从不畏惧错过。我错过的机会多如繁星，可我未曾有过丝毫悔恨，因为我深知机会永远会再次出现，但你的本金与生命只有一次。第四个，人类渴求行动感，无所事事的状态会引发强烈的焦虑。许多退休者骤然从忙碌中抽身，便开始了漫无目的的瞎忙。他们并非真的有事物亟待处理，他们只是恐惧那种无事可做的空虚。于是乎，他们投身于研究投资，频繁调整组合，时刻追踪新闻，自以为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殊不知，这只是一种深度的自我内耗。真正的智慧是学会在枯燥中保持内心的安定。第五个，人类渴望证明自我，这是根植于内心最深处的心理诉求。许多人退休后依然执着于投资，并非因为他们物质匮乏，而是因为他们渴望证明自己宝刀未老。他们试图证明自己比市场更睿智，比朋友更卓越，比年轻人更有洞察力。然而，市场从不理会你的自尊心，它只会无情地惩罚你的傲慢。这五项人性的固有弱点使得坚守简单这件事变得近乎不可能。但倘若你能够成功克服它们，你便已经超越了世上90%的人。好了，既然你已明了为何要追求简单，接下来我将阐述如何具体实践。我一生的投资哲学可以被精炼为5项基本原则，我称之为普世智慧的一部分。原则1，只投资于你能够透彻理解的事物，这是所有原则中最为关键的一条，也就是所谓的能力圈。倘若你无法在5分钟之内向一个10岁的孩童清晰解释你所购入的究竟是什么，那么就绝不要购买它。我之所以不碰科技股，并非因为科技股缺乏前景，而是因为我对其一无所知。我不理解芯片的运作原理，不明白软件的盈利模式，更搞不清平台经济的内在逻辑。既然我一窍不通，我便坚决不碰。很多人批评我保守、落伍，讥讽我错过了整个时代。无妨，我宁可错过那些机会，也绝不愿在我一无所知的领域里输掉本金。对于退休后的你，更应当固守这项原则。你已没有充裕的时间去从零开始学习全新的事物，你应当投资的是那些你穷尽一生早已熟知的东西。倘若你一辈子都在饮用可口可乐，使用宝洁公司的产品，在银行办理储蓄业务，那么你就该投资这些你真正懂的企业。切莫再去追逐什么人工智能，什么元宇宙，什么下一个特斯拉，那是属于年轻人的冒险游戏，而非你的安稳之选。记住，不管是普朗克还是他的司机，如果你只是在背诵你不懂的知识，你最终都会把车开到沟里去。原则2，选择那些能提供稳定现金流的资产。退休之后，你所渴求的不应是价格的剧烈波动，而是持续不断的稳定收入。因此，
你应该选择那些能够定期派发股息、支付利息或产生租金的资产。这类资产通常具备一个特点，它并不令人兴奋，其股价或许涨势缓慢，不会像火箭一样一飞冲天，但它会年复一年地为你提供真金白银，这就够了。我所持有的许多公司数十年来股价表现平平，但其股息支付却从未中断。正是这种稳健的现金流入，使我能在任何市场动荡中皆能高枕无忧。你若问我为何在2008年那样的金融海啸中仍能保持镇定，因为我的资产每年都在为我创造收入，无论市场跌得多深，我的支票照样寄到。原则3，永远不要借钱投资，这是一条铁律。我此生从未使用过杠杆，无论眼前的机会显得多么诱人，因为我见过太多聪明人最终就死在了杠杆之上。杠杆在顺风顺水时，会让你误以为自己是投资天才，你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而在逆风来袭时，它会让你看清自己只是个十足的傻瓜。退休后的你更是绝对不能触碰杠杆，你已经没有时间去偿还债务，你再也没有新的工作收入去弥补亏空。一旦市场风向逆转，你将彻底失去翻盘的可能。我宁愿错失10个绝佳的机会，也绝不愿借一次钱，因为机会总会再来，但破产却无法从头来过。如果你只有1/1000的概率破产，你也绝不应该去冒那个险，因为那是毁灭性的。原则4，极度分散你的无知，高度集中你的理解。这句话常被许多人误解。商学院教导你们要多元化投资，告诉你们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分散投资本身没有错，但其前提必须是你是在分散风险，而非分散你的无知。倘若你购入了10只股票，但对其中每一只都一知半解，那么你并非在分散风险，你只是在分散愚蠢。真正的分散是在你所精通的领域范畴内，挑选出几家最顶尖的公司，然后长期持有。我的投资组合向来不追求复杂，通常仅由少数几家公司构成，但对于这每一家公司，我都了如指掌，都能安然持有。退休的你并不需要一个包含20只股票的复杂组合，3至5家你真正理解的能够稳定分红的经营稳健的公司便已足矣。原则5，一旦买入，就假设交易所将休市10年，这也是沃伦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对此深表赞同。倘若你无法想象自己能持有这笔资产长达10年之久，那么你从一开始就不该买入它，因为真正的财富是时间孕育的结果，是复利的魔法，而非频繁交易所能带来的。退休后的你应当将投资视为一种养老的工具，而非赚钱的工具。购入之后便尝试将它淡忘，不必每日查看净值，不必被新闻杂音所干扰，更不要因为它涨了点就急于卖出。你应当让时间为你效力，而你唯一要做的只是好好活着，保持健康。这5项原则听似质朴无华，践行起来却充满挑战，但倘若你能持之以恒，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将会比90%的退休者活得更为从容与安稳。现在，作为一名喜欢反向思考的老人，我必须告诉你哪些事物是你必须坚决远离的。这份负面清单，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那份投资清单，因为在退休阶段，成功避开错误远比努力抓住机会来得关键。在这个世界上，想要变得聪明很难，但想要不变成傻瓜却相对容易。只要你能避开那些明显的愚蠢，你就已经赢了一大半。第一，
远离任何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看懂的产品，无论是结构化债券、金融衍生品、对冲基金还是私募股权。这些名词听起来越是高深莫测，它们成为骗局温床的可能性就越大。每当有人向你推销说这个东西很复杂，但回报奇高，你就应该立刻掉头走开，并检查一下你的钱包还在不在。我活了这99年，从未见过任何复杂的东西能真正帮普通人赚钱。所谓的复杂，只是为了让那些收取费用的人更容易从你口袋里掏钱而已。第二，远离任何承诺高回报、低风险的事物。这种东西在现实中只存在2种可能，要么是彻头彻尾的骗局，比如庞氏骗局，要么是你未能看清其中隐藏的毁灭性风险。市场上永远没有免费的午餐，高回报必然伴随着高风险，这是颠扑不破的铁律。倘若有人试图告诉你并非如此，那他不是骗子就是傻子。第三，远离任何需要你频繁操作的策略，无论是短线交易、波段操作还是技术分析，这些东西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让你保持忙碌，让你产生一种一切尽在掌控的错觉，而实际上你只是在源源不断地为券商贡献手续费和税收。退休后的你应当让投资回归枯燥，而不是让自己陷入忙碌。第四，远离任何会引发你焦虑的资产。倘若持有某样东西会让你夜不能寐，会让你忍不住每天查看价格，会让你的情绪大起大落，那么就立刻卖掉它。无论它的未来前景被描绘得多么美好，因为焦虑所付出的身心代价远比金钱的亏损更为昂贵。健康是你现在唯一的不可再生资源。第五，远离任何追逐潮流的机会。当社会上所有人都在热议某件事物时，那通常只意味着最佳的时机早已逝去。数字货币、非同质化代币、元宇宙，每一个时代都会有属于它自己的新热潮。然而热潮的共性就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真正的可持续的财富从来不会诞生于喧嚣的热潮之中，而是隐藏在那些无人问津的角落。第六，远离任何需要你借钱的机会。我必须再次强调，永远不要借钱去投资，无论那个机会看上去有多么千载难逢，无论承诺的回报有多么高不可攀。一旦你借了钱，你便丧失了行动的自由。当市场下跌时，你无法选择等待，你唯一的选项就是割肉，这便是杠杆的诅咒。第七，远离任何你不信任的人所推荐的东西，无论是理财顾问、投资专家还是财经名嘴，他们的核心利益与你的核心利益从来都不一致。这就是所谓的代理人问题。他们赚取的是你的手续费，而亏损的却是你的本金。我此生从不轻信他人的投资建议，除非那个人的利益与我的利益被完全捆绑，否则他们所说的一切于我而言皆如过眼云烟。这7条清单足以帮助你规避人生中90%以上的灾难。请牢记，退休后的理财其目的不是为了抓住所有的机会，而是为了避开所有的陷阱。现在我想探讨一些更深层次的议题。退休之后最艰难的挑战并非来自于理财技巧，而是源于心态的调试。许多人退休后依然沉迷于投资，其根本原因并非物质匮乏，而是因为他们放不下。他们放不下曾经的成就感，放不下那种掌控一切的感觉，更放不下那个渴望证明自己的欲望。我认识一位退休的企业家，年逾70，每日依旧在埋头钻研股市。我问他为何如此，他答道：闲着也是闲着。我告诉他，你并非闲着，你只是害怕闲着。
他闻言陷入了沉默。许多人根本不敢面对那个无所事事的自己，他们奋斗了一辈子，骤然停下脚步，便瞬间迷失了自我，不知自己究竟是谁。于是他们试图用投资来填补内心的空虚，用赚钱来维系自我的存在感。这正是一种最可悲的老年状态。真正的退休并非是换一种形式去继续工作，而是要学会放下，放下对更多的无尽追逐，放下对成功的过度执念，放下对证明的迫切需求。当你不再需要向任何人去证明任何事时，你才获得了灵魂的真正自由。我此生最大的圆满，并非在于我积累了多少财富，而在于我终于可以毫不在意他人对我的看法。我不在乎别人说我守旧，不在乎别人说我错失良机，更不在乎别人说我垂垂老矣，因为我心知肚明，我比他们活得更长久、更稳健、更安心，这就够了。步入退休之年的你，同样应当去修习这种心境，不要再去与旁人攀比收益率，不要再去追逐下一个虚无缥缈的风口，不要再试图证明你依然能行，你已经足够优秀了。此刻的你需要的不再是更多的金钱，而是更少的焦虑。我常言道，财富的意义不在于它能让你买到更多，而在于它能让你有底气说不。真正的富足是当你能平静地看着他人购置豪车，迁入豪宅，夸耀收益，而你的内心依旧波澜不惊。唯有在那一刻，你才抵达了真正的富有，因为你的富足已不在于银行账户，而在于你的内心深处。嫉妒是唯一一种你无法从中获得任何乐趣的罪恶。如果你让嫉妒占据了你的大脑，你就已经输掉了人生的游戏。现在我将赠予你10句话，这是我用尽一生岁月所提炼出的智慧结晶。倘若你能将这10句话铭刻于心，你的退休生活将会比90%以上的人更为安宁。第一句，慢是快的最高境界。不要急躁，时间是你最坚实的盟友。正如复利需要时间来发酵，美好的人生也需要时间来沉淀。第二句，克制是最罕见的天赋。那些能忍住诱惑保持不动的人，最后都赢了。在别人疯狂行动的时候，你要学会袖手旁观。第三句，金钱买不来理智，理智却能守护金钱。聪明并非你的优势，冷静才是。在市场疯狂时，你的智商会下降，只有理智的堤坝能拦住洪水。第四句，真正的自由是拥有说不的权利。当你不再被外界的诱惑所掌控，你便获得了自由。拒绝那些你不懂的东西，拒绝那些让你睡不着觉的东西。第五句，聪明人总想赢，智者只想活下去。活得久远比赢得快更为重要。只要你不死，你就还在游戏里；只要你不破产，你就还有机会。第六句，枯燥才是财富最忠诚的朋友。越是令人兴奋的事物，往往越是暗藏凶险。学会享受枯燥，学会在平淡中发现价值。第七句，简单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复杂是一种精致的伪装。真正登峰造极的人都活得异常简单，去掉那些花里胡哨的装饰，直击事物的本质。第八句，时间会奖赏耐心，亦会惩罚急躁。市场永远不会同情那些焦虑不安的人。如果你等不了，你就赚不到。第九句，财富的终点并非奢华，而是宁静。真正的富有是你能夜夜安然入睡，没有任何金钱值得你牺牲睡眠和健康。第10句，你并不需要更多，你真正需要的是够了。当你深刻领悟到够了的含义时，
你便拥有了真正的富足。这10句话，请你反复品读，反复思量。它们并非投机取巧的术，而是历久弥新的道。技巧终会过时，而智慧将永远生效。我已是将近100岁的人，回望这漫长的一生，我曾犯下错误，也曾错失良机，当然也赚取过巨额的财富。但当我行至终点，才赫然发现，钱真的没有那么重要。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活得清醒。我见过太多富可敌国的人，却活得如同身陷空途的囚徒。他们被账面上的数字所绑架，被永无止境的欲望所操控，被挥之不去的焦虑所折磨。他们曾以为金钱能换取自由，最终却发现金钱只是一个更华丽的牢笼。真正的自由并非取决于你拥有多少资产，而是取决于你是否能够不在乎资产。退休之后的你，应当竭力追求的不再是更多的财富，而是更少的焦虑。当你能在市场熔断时依然能安然入睡，当你能在他人炫耀时报以淡然一笑，当你能在巨大诱惑前坚定地说不，只有在那时，你才获得了真正的富有。我此生最大的成就，并非是我赚取了多少金钱，而是我活得足够平静。平静并非是消极放弃，而是彻底看透，看透了人性的贪婪，看透了市场的疯狂，看透了欲望的无底洞，然后选择放下，放下对更多的渴求，放下对证明的执念，放下那份焦虑的惯性。当你真正放下这些重负，你会豁然开朗，发觉自己早已拥有的一切已然够了，足够温饱，足够居住，足够使用，足够安心。这便是人生至高无上的富足。退休之后，最具智慧的理财方式，绝非什么繁复的策略，也非什么高深的技巧，它就是简单。简单到你能透彻理解，简单到你能安然入睡，简单到你不再因此焦虑。这便是我用我的一生所总结出的全部智慧。倘若你能够做到，你的退休生活必将比任何人都要安稳。这并非因为你拥有了更多的金钱，而是因为你拥有了更少的恐惧。而一个没有恐惧的人生，才是真正的自由。我活了99年，才终于参透了这个道理。我希望你不必等待那么久。我希望你能从今天起就开始练习放下，放下那些多余的欲望，放下那些惯性的焦虑，放下那些沉重的证明，然后只是安静地活着。这就是退休后最聪明的理财方式。其目的不是让钱变得更多，而是让心变得更静。当你的心真正平静下来，你的钱自然也就够了。而够了，便意味着拥有了一切。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